你打我，你打吗？啊，他把小鱼打了，我教育他呢。你教育他？你多大年纪了？是老师傅啊，你跟他一般见识啊！师傅们，不看了，都回这不看了，不干了，都回去吧，快干，回去，走，回去，走，老先生，回去吧，快，走，快点。老薛，我累了，太累了。我们把厂子卖了吧，有人要就给人家，没人要，咱也关门。反正轩家的工人到哪儿去都是个宝。你说这些话干什么？因为我心力交瘁，我撑不下去了。老薛，你想想，咱们俩这几十年了，我怎么都没觉得我跟你过过一天幸福的日子呢？你说说，人家像我一样大的女人，要么游游山，要么玩玩水。我呢，每天一睁眼睛我就忙忙叨叨的，不知道忙些什么，就想着今天有没有订单呢？啊，明天有没有订单啊？要是没有订单了，这给工人发工资可拿什么发呀？我太累了，我就是不想干了，我也不想让这个厂子把我这一辈子都拖累死。好了，不要说这些话了，也都怪我，怪我做的不好，让你跟着我受苦受难了。哎呀，行了，这几十年了，你就是这2句话，也没什么用，我也不想听了。那当年我不顾师傅的阻拦，执意要去干这个机械制厂，就因为机械制好赚钱。那跟你现在搞这个宣纸文创不是一个道理吗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是能理解一点。师傅不理解，当年桃花镇那么多人都不理解，那说我什么不讲良心、忘恩负义，还有什么背叛师门，是吧？其实他们说什么，我不在乎，我最在乎的就是师傅和师娘是怎么想的。我10岁进的轩家，是他俩2口一手把我拉扯大的，管我吃，管我睡，还给我教手艺。我师傅在外边从来都不说我是他的徒弟，他一直说小民子是我的帮儿。老话讲得好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把那窟窿给堵上，好早点回到轩家，给他们老2口尽孝。董事长，
自从我们开辟了宣纸笔记本这个订单业务，1个月之内业务量暴涨了60%。现在我们的2条生产线都在全力的生产笔记本这个单子。雨欣，把生产记录调出来给董事长过目。好的。这个小本子呀，还是有点意思啊。哎，这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年轻人设计的。对，这个小伙子，我觉得他非常有潜力。他是北工大工艺美术设计系毕业的，回来以后就一门心思的钻研宣纸文创。我正想跟您汇报，我想促成他和大雅宅后续的绑定合作。到你办公室谈一谈。来。董事长，我们的传统业务线装古籍和高阶书画已经开拓的差不多了。说实话，市场太小了，想要有很大的突破非常的困难。但是这个宣言，它的很多设计我都是非常喜欢的。我判断宣纸文创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市场。而且有一点特别有意思，这个宣言呀，它对品控的要求非常的高。这一点非常像您当初做《四库全书》的时候那个劲儿，执着的完美主义。你的意思是要在桃花镇分公司的经营方向方面做调整？嗯。这牵扯到整个集团公司的战略，要慎重，我再考虑一下。董事长，还是您来把关掌舵嘛。还有辛总啊，我打断一下，这个宣纸笔记本，你跟宣言谈的设计费分成是10%，是订单总金额的10%，对吗？对。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合理。怎么不合理？王经理，辛总啊，刚才财务核算过了，这宣纸笔记本的成本非常高啊，算下来净利润不足30%。我们全场职工拼死拼活的，设计师躺在家里赚的比我们还多，这个恐怕不合理啊。业务扩展增量嘛，成本它自然就下来了。人才是核心的驱动力，没有人才的支撑，那个账算得再透明等于0。千万别误会啊，辛总啊，我们这里没有说不需要人才。我就是觉得呢，这个宣言应该拿利润的10%才比较合适，是吧？这一开始这口子就整这么大，这后面还怎么合作怎么谈呢？成大事不拘小节，精于算计，走不长远的嘛。董事长，你看见了吧？欣冉他是一个总经理啊，生产经营一把抓，他怎么能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呢？我算的是大账，不是从员工手里扣1条毛巾，也不是从门卫手里把废纸壳抢过去自己拿去卖。我要算的是公司的第3季度的总营收和净利润，怎么能够增长到25%？明年能不能超过50%，甚至超过100%？我只算这个。老张说的对，我知道欣然你有你的道理，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分成上面啊，再压一压，年底再付的。毕竟这笔钱呀是不小的，在资金周转上你能轻松点儿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董事长，但是我跟他之间的合同不是这么签的。这个宣言呀，他再有才，也是一个在寻找机会的年轻人，而你呢，你的位置一定要站准啊！你是甲方啊，要把掌控权、主动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。中国有句古话呀，叫“慈不掌兵”啊。作为公司的领导，不能只讲究以心换心，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感恩地，在关键的时候一定要杀伐决断，绝不能留情面。好，我可以按照您说的去做，但是有句话，我也想先说在前面。
我呢，是在桃花镇一地鸡毛的时候，您把我派过来的。现在公司捋顺了，走向正轨了，去年也已经开始盈利了。董事长您是了解我的，我也有我的抱负。如果您只是想找一个大管家，那您可以另选贤能。我孤身一个人在这边没有任何意义。既然你选择信任我，您就应该给我更大的权限和空间。我相信宣纸文创未来会给集团开辟一片新天地的。但是我需要您完全的信任和支持。我要是不信任你，能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吗？嗯，在用人上、用钱上，我从来都没有干涉过你吧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感谢你的。好，咱们到此为止，多说一句话都是废话。我只强调一点，今年的利润率要超过去年的50%，明年翻一番做得到吗？能。好，我等着给你庆功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啊？师傅，这可是个宝贝啊！你看这画工，伯伯，林然，不是妈。都摆出来了，是要当家业啊？宣言，瞎说什么？我宣永年无能，走到今天这地步，我只能当家业了。这些宝贝摆到宣家好几百年了，传到我宣永年的手上，竟然没有把它做好。宣家的下一代又不接续祖先的产业，这有什么办法？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干脆给他处理了。处理呢还有些钱，有了钱，工厂就能坚持一下。实在支撑不住，那就只能各奔东西了。没办法的事。老柯子、张璐。你们看看外面有什么人，找个可靠的，给他，就是不要糟蹋了这帮宝贝。永年，这些都是宣家的根脉，你把它都卖了，咱这……师傅，您先别着急，厂子还没走到绝路呢。我去找找之前认识的老板们，入股合作经营不是也是条路吗？咱们仓库里边不还有好多纸呢吗？我去跑业务，我去卖，咱们一定能支撑下去的。宣言，你脑子灵光，你替你爸爸想想，还有没有别的路子？别指望他，指望不上。那您告诉我，怎么才叫能指望得上呢？啊，到纸厂就像您一样去捞纸，就能赚着钱了，就能让厂子经营下去了，这就叫能指望得上了。爸，您要是真把这些东西都卖了的话，您还有脸见祖宗啊？姚豪，你心里还有祖宗啊？宣家35代了，要早一点有你这个英才，啊，用不着我来辱没祖宗。这话没错，都怪我，
宣叔叔，咱不至于卖这些东西，这些都是宣家传承千年的宝贝，咱不能卖。还有宣言，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。你有能力，我相信宣家在你手里一定可以发展起来的。政府也会一起跟你想办法的，一起保护非遗传承嘛。是啊，是啊。你得跟我爸去讲。儿子，你就听听林姑娘的，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干，思想活，思路新，肯定能干好。不是你们，怎么枪口都冲着我来了？不是我爸要当家业吗？是，可是我们宣家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，你难道没有个态度啊？我能有什么态度吗？这个家您最知道了吧？我爸想一出是一出，他想要做的，不管是对与错啊，我们都得执行，都得按他的来，对吗？卖就卖吧。哎呀，我有病，我吃错药了。我把祖宗的东西就随便卖，你心里有没有谱啊？他能听得清这些道理吗？他要早听得清这些道理，事儿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爸，我记着咱们家还有米芾的字跟八大山人的画，都拿出来都卖了。哎，这样啊，我也能从纸二代破格成为富二代了。混蛋！宣言，你胡扯什么呢你？爸，你想好啊，要卖还是不卖？卖的话，我也帮着找买家，咱卖贵一点，别卖亏了，对吧？永年，咱可不能犯糊涂啊！是啊，师傅。不是你就这个态度啊？干都干不了了，干什么呀？卖了，把宣家的家业，还有宣家祖上的这个脸，一块儿都卖了，那才叫过瘾。哎呀！我以前啊听我爸爸讲过，他们家古代文人字画5、60张，随便拿出一个米芾的字，多少钱？啊，老人，他那都是饰笔作品，比不上那正经代表作，值不几个钱啊？这宣家的字画可不是书画家随手写的，就他家老祖宗留下来的，都是有题款和扣了章的，那都是好东西。还有各种各样的纸呢。前2年，佳士得刚拍卖的翁同龢的一张纸，8张大，10几万，他家多的是，全是好东西。是那个啊，能有这么多吗？啊，你知道什么？你土老帽。宣家的东西啊，没有5000万，根本拿不下来。多少？5000万？你真能捧他？你看，哎，这个卖对了行啊，如果卖不对呀，根本不值几个钱。哎，你跟他说什么，他还不懂。你们想想，这可能是个机遇啊，这都到了变卖家当的地步了，那肯定是急需用钱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要不然他没有必要卖。哎，反正啊，我是没这个实力，你们谁有这个实力啊？你们琢磨去。哎呀，你不行，你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没本事空想，早晚都想成神经病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老肖，哎，来，小米，各位老板，各位老板，啊，请坐，请坐，咱先喝茶。陈岩，来了，干什么呢？玩呢，干嘛玩？别碰！是什么呀？哎哎哎，哎哎哎，
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拿去玩啊？啊，还拿去贴着柱子，你这不是糟了东西吗？你个败家子！怎么了？又没有你家宣纸。脑子有病！你找我干什么？赶紧说。听见风声了吗？全镇人都知道了。真卖啊？那传给我爸了，他想卖，那能怎么办呀？也拦不住。家里真困难到要卖的宝贝的地步了吗？嗯，一言难尽。你赶紧给我个卡号，我给你转几十万。哎，打住啊！你那点钱，根本不够解决问题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爸这守着的呀，那是个填不满的坑。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吧？你没想法？什么想法啊？嘿，跟我你就别装了。我们家那点宝贝，你不心动？说实话啊，你们轩家的那些宝贝啊，谁看谁行。我要是有钱呢，我就把他们都买下来，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轩家守着这份家业。等老爷子什么时候缓过来了，我再还给他。哎呀，你这话说的呀，我都有点感动了。你真应该感动。我对我师傅，对你们轩家，那是天地良心啊！有半句假话，天打五雷轰。行吧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，你把它全买过来。谁？你呀。我把它全买下来。嗯。怎么了，肖明同志啊？这就怕被雷轰了？我不怕被天上的雷轰，我是怕被你挖的这个地雷给轰了。哎，你说这你真是聪明啊！你给你爸下了个套，把我装进来了。轩家拿了钱，困难也解决了，东西呢放在我这儿也丢不了。到最后这转了一圈，我钱没了，你可真行！你别乱猜行吗？我这是给你个表现的机会啊！哎，算了吧啊，这个代价可太大了。哎，你一个大老板连这点账都不会算吗？我们家那点宝贝值多少钱，你自己心里清楚吧？现在这着急出手，折价卖。那到时候再赎回来，你就成了我爸的什么呀？这大恩人。就算不赎回来，这些东西转手一卖，能亏得了你吗？哎，师傅那些宝贝我能卖吗？我敢卖吗？那到时候也是你说了算，不是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别的我不怕，我就怕我卖房子卖地，到时候钱也不够。你打算卖多少？我先说好啊，太多了我可搞不定。你有多少啊？我得先知道个底儿吧。我有多少？我有100个亿，信吗？信啊，那就按这个价成交。哎，你别把我带沟里了啊！你先回答我个问题。嗯。师傅能同意把他的宝贝卖给我吗？哎呦，你呀，确实是有点难，所以我还得想个人，以他的名义来买，用你来花钱。你准备找谁啊？欣然。喂，怎么样？考虑考虑吧。过日村可没这店了啊！听讲过您家有宋朝的玉扳指，明朝的陆黄指、白鹿指，乾隆的冰纹梅花玉扳剑，样样都是至中珍品啊！哟，我真没想到，您还知道陆黄指。据嘉庆11年泾县志记载，那时陆黄作为贡品献于朝廷，由此可见，陆黄当时在民间皇家流传甚广。玉扳指在宋代就是名品，有色里腻白、性柔细薄、既光且尖、久藏不住的特点。是，主任，到屋里说。哎，好。永年啊，我来呢，也是厂子里头的安排，能谈就谈，不能谈呢，我回去复命就是了。你是红星厂捞纸的大拿，你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，这说明咱们的情谊和你对我的信任。
所以你们领导才派你来。要是换做别人，我见都不见。老薛呀，红星厂啊，毕竟是的，我轩远年经营无方，现在呢，卖祖宗的家业，但是我不需要可怜，咱们是朋友，你到我这儿来喝两杯，咱们聚一聚，我特别高兴。但是要谈公事儿，咱们打住。怎么办？谈都没谈呢，廖主任，那请吧。永年啊，黄头都埋了半截的人了，有些事儿啊，该过去了。说起来，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。你轩叔叔一直呢把他爸爸当榜样，但是他爸呢怎么都不让你轩叔叔进红星厂，就让他去那个桃花镇镇纸厂，是想着带着老百姓一块儿学手艺挣钱。所以呢，这个红星厂就成了你轩叔叔的一个梦，一个结。后来大概在90年的时候吧，这政府呢又提倡，桃花镇镇纸厂跟红星厂合并，这一下，你轩叔叔那个梦终于实现了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他第一天进厂子的时候，那神气的，那高兴的。可是没半年，他把厂子里的徒弟都得罪完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你叔叔管理工人，靠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点规矩，可是人家红星厂是国营的，人家认的是制度，所以呢就有了矛盾，而且这个矛盾呢就越来越激烈。最让你叔叔伤心的是，那些曾经给他敬过茶的那些徒弟都把他告了，然后那些领导也是的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就要让你叔叔给自己的徒弟道歉。你想一想，你轩叔那脾气，那能给徒弟道歉吗？是不是？我特别理解轩叔叔，这自古以来哪有师傅给徒弟道歉的？真要道歉了，这师傅还怎么当啊？你轩叔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一气之下就从红星厂出来了，不干了，而且发誓这辈子都不进红星厂的门，不跟他们玩，不跟他们合作。红星厂伤了他的心了。哎呦，这屁股扎着我了。邢总，谈的怎么样？这么大笔单子，哪有一下就谈成的？我现在加价到了600万。600万？什么意思，肖总？嫌多？嫌多你别找我啊！再说了，我当面谈事，我没有办法跟你商量的。不是欣然，我明哥啊是觉得你谈少了掉面儿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他几个意思啊？他好像对你有意思。你好好说。哎呀，他就是觉得咱们俩现在合伙了嘛，在坑他钱呢。不是，肖总，你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，那你的格局确确实实有点……邢总，我肖明真不是那样的人。反正我现在已经加价到600万了，而且我感觉老爷子有一点心动。那就好，只要师傅能同意，再多加点也行。格局打开了。杜经理，您喝茶。我们祖上啊，也是做纸的。这说起来啊，还和咱们轩家是一脉相承嘞。哦，我请问一下，你们家传的这个渊源是哪里？广东杜家。我知道了。我小的时候啊，我听我上一辈人说过，说是广东有个姓杜的徒弟啊，
跟我老太爷学过捞纸，后来呢，他发展的不错，发展到香港去了。解放之后啊，就断了联系了。那正是我的曾祖，杜敬东。哦，是这样。现在还做纸吗？说来惭愧啊，不做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广东做海运生意，但是对祖上的造纸一直有一份情怀，所以呢，同埋几个朋友呢，办了一家宣纸博物馆。哎，这次来，就是听说您正在出手祖上的老纸和字画，我是想放在博物馆里保存和展览，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。您的博物馆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得天。得天。哎，我多问一句啊，您是听谁说宣家要出手老纸字画的呢？这个不重要啊。知道出处渊源未必不重要啊。孙叔啊，我能先看一看东西吗？好，张多，拿给杜总看看吧。好。应该留着你吃顿饭呢。孙叔啊，我给的价格已经不低了，我们两家说到底都还一家人嚟噶嘛。我后天呢就准备回去了。哦，请您认真的考虑一下。好，你住哪儿？要不方便的话，就在我们家住。对啊，我的县城的青怡酒店已经安排好的啦。好，明天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。好，再见。师傅，哎，这个人感觉不太对劲啊。哦，他的手明显是捞过纸的，不然谁的手会在这个位置上长老茧呢？那他捞过纸又怎么了？至少他骗了你啊！骗我？他拿钱买东西，他骗不骗我又怎么了？哎呀，听这声就知道是你来了，这地儿也算是被你摸熟了。来也不提前约我一下。哎呀，我约的呀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约就一定得约你啊。哎，等，你来这儿你不是约我，你约谁啊？哎，那边没看见有人啊，闪开。来，依然。哎，进去说。来，查到什么了？给你看一下。我查了一下啊，是有一个叫做得天宣纸博物馆的，属于一家得天福明公司投资管理，法人呢叫毕福清，其他我也没查到什么。不是你们两个聊什么呢？啊？这个公司背着20多个官司，这不太正常吧？所以我才说啊，这家公司有猫腻。哦，对了，你说的这个杜总应该是合伙人对吧？嗯。可是他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啊！你们俩真拿我当空气呢？你在乎吗你？我怎么不在乎了？那是我们家宝贝，我不得选个好人家？这个杜总，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发现，他的这双手绝对是捞过纸的。可是他非说他是个商人，不捞纸。他说他做这个博物馆是为了情怀，可我给他看宝贝的时候，他一点兴奋感都没有，就他的那个眼神里都没有光。或者啊，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就是要谈价格了，他不能那么主动。有这个可能。不行啊！我听了半天了啊，这人绝对不靠谱，绝对不能卖给他。可是师傅已经心动了，我走的时候，他跟师娘正在商量这个事儿。不是，那今天就没有别人过来出价吗？哎。欣冉来了。对呀，欣冉来了呀。他出600万，人家杜总出1000万，换你卖谁？
出这么多，那也不能卖给杜总。哎，我真看不懂你啊！杜总出1000万不卖，欣冉出600万你就卖？啊，不是，我说都不卖，都不卖。你们知道我现在最好奇的是什么吗？他一个所谓的广东人，他是怎么知道咱们这儿有宝贝的消息呢？所以说呀，这里面一定是有猫腻的，绝对不能让他得逞了。我怕就来不及了。怎么呢？那师傅如果同意的话，明天就签约。这可麻烦了。老轩，真买呀！陈叔啊，还有得考虑考虑吗？啊，不考虑了。没我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你等一下，你先坐下。卖的是宣家的传家宝，你是宣家人，你得签字才行。哎呀，我算哪根葱啊？这家不还是你说了算了？你也得签字啊，你不同意，怎么卖呢？你是老子，你先签，你不签，我就不签。行了，什么时候了，爷俩还在这儿较劲。宣总，您看之前不是我跟您先谈的吗？现在是突然之间想要签别人了？就做生意嘛，总想谈出一个好的价钱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明白。但是最初我的报价600万只是一个意向嘛，如果您这边觉得价格不合适，我们是可以再谈的。这位先生，我想知道您这边出价是多少呢？我出1000万。宣总，我这边也可以同样出价1000万。哎呦我的娘！但是凡事是要讲一个先来后到的。既然我这边先跟您谈，是不是考虑再给我们一个机会？陈叔，我不管你跟他是什么时候谈的，总之是没有谈成。1000万的价码是我们之前谈定的，您不能到了签合同的时候再坐地起价。咱们宣家做生意，可不是这样不讲规矩的吧？我们宣家是讲规矩的，您刚才说的有道理。杜总，我想插句嘴啊，您认不认识蒋二虎啊？你问他干什么？我认识他。啊，是吗？昨天晚上蒋二虎可是去您的酒店找过您的呀，您再想想。可能认错人了吧？我没这个噶，我大老远跑来这里，宣叔，您是不是没有诚意卖啊？
宣总，我这边出价1200万。实际上，这并非是钱多钱少的问题。我们宣家呢，讲究的是传承。无论是做宣纸，还是做人，诚实守信放在第一位的，这也是我们宣家的规矩。宣舍，好，我签。师傅，师傅，等我一下，先别签。喂，哎，我也得签，我不得好好看看。桃子刚刚查到，德天公司在背的22起再审案件之中呢，都提到了蒋新明这个名字。我们猜测他就是德天公司的幕后实控人。你现在赶紧去查一下他，了解一下啊。他是马来西亚星球纸业的总经理。好，知道了。杜总，您说您不认识蒋二虎，那蒋新明您总该认识吧？蒋新明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？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揣一成息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有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？只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揣一成息。纸上阡陌写断情，方寸之间有真情。愿以世间多